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继续上演不败神话，新高之后还有新高。当美股滞涨 ，OpenAI 就会出手，特斯拉买点在线，短线技术面发出看涨信号 ，APP 当日大跌。阿哲认为回调还是寻找波段加仓好时机，但请不要随意抄底。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37期的视频，阿哲就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会讲到最关键的指数环境环节，阿哲会复习一下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复阴线，如何通过复阴线确定这一根阳线为一个再次看涨点，恢复看涨点。而后我们再讲一下今天之内的短线支撑和压力，在指数美股纳斯达克上我们应该看到哪些点位是今天的日内关键。而了解了市场环境的分辨之后呢，我们再去看到有关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个股方向。当指数的环境、指数的方向明确，那么个股的方向我们就一定程度上能够去把握，而不会出太多的错误。我们会讲到的个股标的分别是特斯拉、HMS、APP、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LTR、Coin、Meta、SMCI、阿斯麦、FIG、DJT、UPST、迈威尔、高通、HOD 和 Core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其中的变化 APP 和阿斯麦我们调换了一下位置，今天呢会重点讲一下 APP。 那么阿斯麦呢，因为它如期回补了缺口，我们有巨大的一个盈利的空间了，所以阿斯麦后续我们就正常跟踪趋势即可。APP 的话呢，是趋势有所改变，那么可能会出现新的加仓机会，所以后续的视频当中我们可能会去多讲一讲 APP 的一些内容。同时在周六的视频当中，有很多同学也提到了自己手中的股票需要阿哲去部分分析的，阿哲也添加到了第3部分。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谢谢您再次的观看阿哲视频。那么这里阿哲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的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一般视频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那么阿哲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它的对应时间轴，那么阿哲呢都分好了段落，大家点击对应段落就可以找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我们来到第一部分，阿哲呢就再次复习一下复阴线，但不会讲的特别详细因为上期我们讲过了，老同学可以跳过，新同学一定要认真再听一听。所谓的复阴线在传统的技术层面上，它叫做乌云盖顶形态，也是双 K 的一种形态，它需要由2根 K 线构成，这2根 K 线呢，它的左边为阳，右边为阴。当然这一根阳 K 线有时候可能是一根阴线，但是是上涨的假阴线也是勉强可以的。目前的纳指在上周四周五就形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复阴线，而我们的第2个条件是阴 K 线的高点要创出阳 K 线的新高，而后阴 K 线的收盘价又要比阳 K 线的最低价要低，那么形成这种状态就是很标准的复阴线。那有时候我们不要求那么严格，那么阴线的收盘价它比阳线实体一半要收低，那也可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复阴线，也可以叫做乌云盖顶的形态。它的一个市场含义叫做出货和砸盘，它经常在一些上涨行情当中突然之间出现，有时候呢可能就见了高点，但有时候它可能只是上涨当中的一个洗盘，一个砸盘而已。我们需要去通过复阴线去分辨它究竟是出货还是砸盘。而这一种识别方案特别简单，就是如果复线后出现的是弱势反弹，或者说维持下跌，那么就继续看出货看调整。反之，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现象，我们可以作为买点来参考。什么现象呢？比如说复阴线后的 X 为观察的 K 线，也就是它的第2天。好，这根 K 线的高点如果能被收阳突破越快突破越好，越强突破越好，那么我们继续看涨。有时候可能更为强势，只能去追涨的就是 XK 线，当天就是收一根长阳直接呢就把阴 K 线的高点吃掉了。那么这我们也可以判断它是一种出货行情。但我们这2和3两种买点，一般第2种买点会比较经常出现，而第2种买点它的胜率会更高一点。
第三种买点呢会偏向追涨，那么这种追涨买点有时候买了之后可能还会遇到调整，所以一般来讲啊，我们去做买卖的时候更希望出现是第二种突破 X 高点做买进的这种行情。那目前我们就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图表吧，纳指的图表当中，其实负线它是一种相对经典的 K 线，所以它出现的频率呢也不算太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啊也出现了，但它不是一个上涨途中，是下跌途中啊一个负线啊，阴线的高点呢创了阳线的新高，阴线收盘价呢是不是跌破了阳实体一半啊？它呢是直接全吃掉了。好，出现这种现象。如果是下跌途中啊，那正常来讲，它是一个资金再次离场，或者说再次有一个大的卖方的情况会比较常见，所以这一根后的 X 它一般是不会被突破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您是做下跌的空方的话，它可以在反弹时去再开空单的。而市场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负线，好，负线之后呢，出现了第二天是仿包阳线，好，这个位置就可以构成一种追涨的买点，但因为当天涨势太强势啊，有时候追涨你可能会追到一个调整的高点上，但后续市场还是容易体现多方强势的啊，所以这种当天买进太强的这种强阳线是要做好去下跌分批买进的这种准备啊，而不是说一下子在这种长阳线去重仓买进，这种买点容易的买在一个短线高点上。这里出现了3次负线啊，这个负线产生，你是不是应该在这些位置去卖出啊？出现的时候手中有利润可以去卖出。负线后的 X 啊 ，X 把它标记出来。那像这个 X 呢，肯定没有突破，所以呢不构成我们离场之后的再次买入啊，或者说不能去随便再加仓。这一个负线呢卖出之后，第二天大跌，而后这个 X 的高点被强势突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买点，这个位置为负线，而后它的第二天直接就反包了，所以这一天为买点。从这个低点开始啊，从这一个负线开始，这两个阳线都可以作为买点，是吧？你会发现行情在这一波短波当中就买到了一个启动点位近附近，而我们看到现在它又是一个负线。我们说负线产生时呢，作为一个什么点？作为一个减仓点。前期呢有所获利之后啊，这里作为减仓点，减仓之后为 X 又是收盘过了负线的高点，那么这一天它重新构成买点，也是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一个减仓支持点。那么对于这一点，大家要明白了，很多个股现在也出现了负线，而有些没有买点，有些有买点。那假如我要去做多，那是不是负线后产生的 X 具备买点的会比没有买点的要好一些？所以这也是我们学负线时可以用指数和个股做一个对比。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对于上期视频的知识点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个股有可能也出现了负线的买点，那么可以作为短线的再次加仓。那么第二个小节我们再讲到日内的撑压红绿灯，这个日内撑压的部分呢，是阿哲每一期视频或者说每次在盘前都会去关注的一个点位。阿哲后续的每一只标的呢，也都会给到大家今天周二关键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当你看懂了日内的强弱，那么市场当中短线的趋势，你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更加精确化的去把握。我们看到下一个图板，那么目前你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在图表的底下呢有一些红色绿色的标记，这就是一个日内撑压点位的反馈红绿灯的一个指标，这个阿哲呢稍后会告诉大家。我们先看到左侧呢是10月6号阿哲在中秋节当天我们美股盘前所发布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呢是盘前广播的解析，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特别是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这一份盘前广播阿哲是每天的盘前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书写，都会去发布给各位订阅粉丝同学。您只要是订阅阿哲，那么您至少会有1个月的时间能够免费收到阿哲的美股盘前的一些提醒，或者说是一些观点。只要大家找到助教就能够知道如何去获得了。大家现在看到这条信息在10月6号的时候，阿哲就有讲过日线的负阴是有风险的，你要看周一 K 线。如果周一 K 线是仿包周五的一根阳线，那么就重新恢复看涨，那么甚至呢把之前减仓的你拿回来部分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那么就继续保持短线调整。而很明显周一呢出现是仿包的阳线，所以目前恢复看涨。但大家也要注意了，指数目前的看涨的买点是不算很好的，因为它是负线之后直接反包，而且之前已经出现过比较不错的上涨，所以这一个负线的买点
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阿哲比较建议的是，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当市场出现了负线之后，而后出现了 XK 线的突破的那种买点，可能会比指数这种直接仿爆的买点会更加安全和准确一点。比如说特斯拉，特斯拉目前出现了负线的买点，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优的一种买点的方案。而阿哲除了在盘前广播会讲到指数的观点之外，我们也会讲到它的一个个股的短线和波段上的标的的一些分析。那么阿哲也会在盘前的广播当中每天去更新这些文字性的一个信息，为大家去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解读和跟踪他们的趋势。只要您是订阅同学，那么在盘前您就能够接收得到这一则信息了。所以如果您是新同学还未订阅阿哲频道，那么也可以呢点击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我们再看到第三部分是阿哲所给到的盘前广播当中的3个标的，他们的高点和低点的支撑和压力。一般阿哲给到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那么这一个高点压力和支撑怎么去使用呢？其实很简单，您就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因为阿哲一般是盘前给的，所以您在收盘的时候看一下这个收盘价和这个高点低点它的一个数值的关系。如果收盘价在这个高点的压力之上，说明短线多头突破了压力，多方强势，那么市场将会是一个绿灯 K 线。反之收盘价跌破了低点支撑，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跌破的短期动作，是一个空方短期的风险为红灯 K 线。那么以此呢，我们在市场当中去关注它的短期的变动，有些地方可能要有风险了，有些地方它可能要出现机会了，以此我们去评判短线的一个方向。那目前看到这一个图中的红点绿点，你就明白了它的意思。当出现红灯的时候，我们要相对谨慎做多，相对小心。出现绿灯，而后绿灯只要保持，绿灯只要延续，我们整体这一个区间之内都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健的做多区间。当它重新转为红灯时，之前做多的筹码就开始考虑要离场，要开始获利兑现。当重新转为绿灯时，我们再重新买回，重新接回，再次进入到一个安全的做多区间，直到再次转为红灯，我们再次小心风险，再次转为绿灯，我们再次注意机会。那么最近在这个低位的绿灯之后，连续1天、2天、3天、4天、5天连续5个交易日都是处于绿灯的范围，而后在这根 K 线上出现了负阴线，出现了红灯，所以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风险可能在此处出现，这里执行减仓操作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相对合格的这种手法。而下一个交易日，我们只要保持红灯，保持无灯，那么它只要不是绿灯，我们就维持看调整，小心谨慎做多。反之，如果出现绿灯，那么就说明昨天的红灯它可能只是一种洗盘砸盘现象，那么这一天的绿灯则代表重新恢复市场的看涨状态，甚至重新做买入操作。所以当下为绿灯 K 线，那么当下重新看涨，而我们在保持跟踪即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关注今天的关键点位是低点支撑 22,884.61 以及高点压力是 23,048.77 关注这2个点位。所以接下来只要市场能够保持在高低点中收盘，亦或者是突破预测高点，那么整个市场我们依旧保持看涨，保持向上的方向，短线没有问题，依旧可以做多。反之，如果收盘价跌破预测低点这个支撑位，那么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再次的风险提示，这里将是一个红灯、绿灯、红灯，这是不太好的。因为市场当中如果处于短线多方强势，它的特征应该是绿灯出现之后就不太容易短线快速转为红灯，而一旦在短期绿灯后很快转为红灯，一般这种调整应该会比之前要强一些。所以这里在转为红灯之后再出现绿灯，它后续应该会有一段时间要再次维持绿灯和无灯状态，它不能够再快速转为红灯。如果再快速转为红灯，那么要小心了，后续它应该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调整。所以这是我们相对去关注的今天不要跌破预测的低点支撑，一旦跌破再转为红灯，依旧要执行谨慎看多，甚至呢再次减仓的操作。那我们希望这个点位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在短线上给您提供一些点位的参考。那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阿哲呢也教大家如何能够在盘前每天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其实很简单，
那怎么去找到助教？您看一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当然或者呢是我们右侧视频的右侧有一个感叹号的符号，那么您点击评论或者说右上角的感叹号都可以找到助教。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评论在第一条是阿哲所发布的，在这条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Telegram的联系方式的链接，点击之后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您需要领取之前给他发送一个盘前的口令这2个字发送给他，他就会知道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您想要盘前的广播信息，他会告知您如何在后续能够每天都看得到。希望这个盘前广播能够对您带来一定的观点的提醒，或者说参考和思考。那么接下来呢，阿哲正式说一下有关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您一般来讲是可以拿到双重福利的。那您只要订阅阿哲频道，您其他的可以都不用做，那么就至少会有2重福利等您来进行领取。福利1就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另外一个福利是我们的进阶知识课程和内部直播。盘前广播刚刚大家呢已经有所了解是阿哲的一些观点的文字性的表述，这一部分内容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思考或者说一些借鉴，但可能对您技术分析学习有多大的进步嘛？应该不会说很多因为只是一些观点而已。所以阿哲呢也准备了第2种福利，就如果您是订阅阿哲频道的，肯定对于技术分析呢有一定的兴趣，那么肯定呢也是想要能够学会一些方法，所以阿哲把一些更加精彩的视频直播放在了我们的福利2当中。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就能够找到助教去领取、去报名、去观看。像我们在本周呢会讲到四维的操盘底细，我们会以技术分析的纬度的体系去出发，讲价量时空4个纬度全攻略的交易手法。那么今天10月7号的多空博弈数价格交易，怎么去用 K 线来做交易已经结束，那么大家如果需要听回放，找助教领取。像明天、后天以及周五，我们会讲到时间、量能以及技术共振的一些操盘手法对此课程如果感兴趣，那么记得找到助教之后，也可以呢报名参与我们日常的这些内部不公开的课程。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呢我们要讲到特斯拉、HMS APP 这3只标的我们相对花的时间会比第3部分会多一点点。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只股票是特斯拉。那么前面我们为什么要复习一下有关复阴线呢？我们上期也讲过，特斯拉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复阴线形态，价格在上周的周四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把一根阳线的高点破掉，同时它出现了一个收盘比它的最低价还低，所以这是一个很标准很强烈的一种看跌的信号，也是一个复线的很标准的形态。那么它后续的这根 K 线周五就是 XK 线，它的高点就是一个关键的压力或关键的评判的标准，一旦收盘价能够涨上去，我们说它构成买点，同时也意味着这根复阴线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砸盘而非出货，后续市场容易还有更高的高点。那么这是我们在上周五所看到的图表，空间上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依旧呢还是看到2个价位，一个呢是左边这个长上影线，它呢在目前用一根长线影线去试探一下这个压力位突破是有效的，而目前突破无效的压力位呢是左边这个2浪的反弹高点，那么这个地方被突破2天3天吧，而后冲高回落又跌回来了，所以当下特斯拉在这个区间之内还在徘徊，并没有选择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再看到最新的周一的表现，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图表，在日线图表上呢出现了一个趋势飘带的稳定的上行，整体市场呢是一个很强烈的上升趋势，所以它是一个紫色飘带，而市场是一个紫色飘带，并且目前回踩到飘带的上沿，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这其实也是一个支撑位的反馈，它出现了一个长下影线。那么 XK 线的高点目前是不是被根阳线收盘直接突破，而且这个阳线的实体还是有的，所以当下构成了复线后回踩再次的买点，所以这里呢它还是一根绿灯 K 线，它是一个飘带上的回调买入信号，这里再次的看涨特斯拉。上方的压力呢还是在462那个区间，那个区间呢目前没有突破最好能够借助本次复线的买点快速产生突破，而这里相对要注意了，我们买入复线之后一般你可以有2个防守位，一个呢是复线的高点，这个防守位呢比较保守，收盘突破作为买进，如果收盘跌回来，那你作为离场，相对比较保守一点，有时候可能会被洗出去。
而阿泽更加建议的是，你可以把负线后的 XK 线作为一个防守位，这个区间作为我们能够忍受的一个亏损区间，只要不跌破这个区间，我们就不止损。这里依旧作为本次波段的加仓点。其实这种买点之前也出现过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哪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其实也出现过，当时呢这里也是个高开低走冲高回落，而后把阳线一半吃掉，所以这里当时也是个负线，负线后为 X 的高点呢作为一个突破，所以这一点确定了这个地方的负线呢为一个什么现象？砸盘现象。它这里当时也构成了一个绿灯，所以你的防守位你可以用 X 的低点作为防守，而后股价在这里不跌破，那么这个地方你的看涨点就保持。那么短线上我们依旧还是看涨的，现在也是如此， X 低点作为防守，这里突破，那么这里作为看涨点。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为 444.97， 如果跌破这个价位，收盘跌破，那这里呢就为绿灯转红灯，那么市场当中从红绿灯来看，就容易再次走为调整的红灯区间。那高点的压力呢是 461.83 关注这两个数值，今天最好是不跌破预测低点，保持绿灯，保持上行看涨。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MS， 目前所看到是 HMS 的日线图表，在压力位上还是受制于左边这个阴影区间，也就是说这个缺口被回补过的缺口，但是它是影线回补，所以目前保持这种压力的现象。而 HMS 呢在走了一个相对单边加速之后，最近走弱了，走了一个盘整收敛，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它的低点其实还是有保持抬高的，市场它的调整虽然是有点强势，但整体没有去破临近的一个低点，所以当下的趋势从日线来看还整体问题不是很大，但确实受到压力的影响在走弱。这里蓄势之后呢，它一定要有明确的方向性的阳线产生，你才能够去判定它这个趋势能否延续，否则这种走弱之下出现方向性的拐向，而后去二次回踩这一个170天均线去寻找支撑，那个呢可能就不是很强了，后续这里盘整久了之后可能反而会走弱。所以如果再次出现回踩170天线，那种情况下趋势有可能是会走弱的，后续反弹反而我们可能就看不了太远，所以这里收敛之后最好是往上继续的去向上，把这一个缺口区间直接给吃掉。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那么当下我们看到 HMS 它的红绿灯是不是保持的是一个由绿灯转为红灯，所以当下呢保持是一个红灯的范畴，那么红灯呢就说明短线的空方是占优的，而飘带是一个中期的趋势，那中期呢趋势是向上的，所以当前的 HMS 还是处于一个波段上涨当中的短线回调当中，那么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危害到整体的一个趋势行情，因为飘带和170整体是向上的，它不会因为短期的下跌我们就改变这种波段看涨的一个思想。而后我们再看到它目前的 K 线上，它是一个晕线，晕线就是有一个小 K 线有一个大 K 线，那这种构造的时候呢要小心一个动作，就是收盘价直接跌破晕线的大 K 低点，那么就说明下跌还会延续，那么这种延续之下就会跌破这个飘带，而后往170去运行，这个就是我们说趋势走弱的进一步的一种象征。所以当下的这一个阴线构成晕线之后，不要有那么一根阴线的收盘价跌破它的低点，那样的话呢，这里则有机会跟前期一样再次出现回调低点，然后再尝试向上回补那个阴影区间，而下一次回补的区间的力度我们作为关注，它就不能够再出现中影线产生。我们看一下在飘带附近如果能出现一个绿灯，就最好是一个绿灯 K 线站在飘带之上同时构成这个绿灯，那么这将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买点。飘带上方目前在 55.566， 而后我们看到预测值高点的压力 55.825， 如果出现了一个绿灯基本上可以判定收盘价会站在飘带之上但问题就是最好是一个实体阳线不要是其他的高开低走 K 线。然后低点的支撑是 53.73关注这两个数值，继续跌破 53.73 则继续是一个红灯，那依旧呢空方比较强，就不要随便的再去买进。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呢是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讲过比较多的，那个时候呢是用170回踩，
而后呢我们去寻找的一个价值可能是处于趋势低洼的一个现象而去选出的股票，后续跟踪了一波行情当然后续的加速行情之后，阿哲是不建议大家能够去随便的再去买进，或者说不建议呢用比较多的仓位去买在新高之后的这种当边行情，因为你确实不知道它何时会调，而调的空间呢又因为它往新高后走得越高，可能调的空间反而就会越大只是没想到它这一次调一根 K 线基本上快回到前高附近，所以这就是一瞬间，你如果是之前这一波上涨才放足够的仓位，才放多仓位的，这一下子就被套住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后面这种上涨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少讲到 APP 的加仓点和买点不太建议去在这种行情当中去买进和加仓。而这种回调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些支撑位一个呢就是我们新标记的 587.88， 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讲过的，因为它左边是个高点所以这里呢一根强势的突破缺口，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强势的缺口表现，这种缺口正常会具有强支撑性，而这一次的下跌昨天的低点差不多很临近缺口，目前在日线上还没有看出止跌现象，但是很明确的是已经有影线的产生，那么在今天它大概率是会出现小 K 线的，那么很难呢说连续2天的这种阴线产生，因为它只是被一些消息面影响，这个消息呢还不是很确定性的消息，所以今天大概率会有一个缓和，这种缓和的过程当中，我们再去寻找接下来的一根至少止跌阳线，再去寻找买点，而不要直接在这种位置去抄底买进左侧买进相对风险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关注2个支撑区域，也是呢可以说是埋伏区域，一个是 587.88， 一个是 507.87， 看这2个价位附近哪个地方能够产生止跌的买点，而后我们再去买进。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到的是 APP 的日线图表，那你会看到是之前呢低位时为什么能够去比较好的去埋伏呢？因为它的飘带中期的趋势和170中长期趋势呢是粘合的，这种情况下呢大概率筹码它如果趋势没有走坏，它就是相对的一个低位密集区域，而再次走高之后，你会发现飘带和170呢就分开了，这种时候呢中期获利过多，而中长期的投资者成本在相对的低位下方，那其实它就有可能会去相对的把波段的投资者或者说中期投资者进行一个清洗出局，或者说让它进行获利兑现所以整体来讲，这种波段上涨之后出现的乖离修复是很常见的现象，只是它可能离得近的时候，它的乖离修复呢就会比较浅，离得太远了，一旦修复它可能短期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下跌。而这种情况之下呢，在上方其实是已经有连续的红灯的提示，那么这种红灯呢就是我们在趋势过程当中你要去注意的，因为正常如果是一个上涨中的回调，它的红灯可能一般是一个就是强势的波段就一个红灯然后就转为绿灯一个红灯然后就转为绿灯，连续2个红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在强波段当中是比较少见的，而且2个红灯之后呢还不止跌，继续呢下跌，所以当下不能随便抄底，你要小心它依旧维持红灯的状态。我们看到预测值 495.0 高点压力637，这个数值目前是比较难以去达成这个绿灯，所以今天之后我们再去观察，今天大概率会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它跌破了飘带，跌破飘带之后呢会有一个绝处逢生的可能，跌破的第一根和第二根，那么关键点在第二根 K 线第二根 K 线一般来讲就容易是变盘点，如果是趋势波动当中的一种砸盘行为，一般第二根 K 线会出现止跌的现象，那根 K 线呢到时候我们在下期视频当中再去跟踪。以上就是我们的特斯拉 HMS APP 的解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第3部分第3部分我们讲的标的会比较多，也有部分是同学的标的，那有很多标的可能阿哲平时是关注比较少，所以阿哲更多的我们是从技术面给到大家一些日内的承压点位关键点的一个参考，以及趋势波段阿哲去简单的分析，希望对您也能够有一些收获。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一只标的是英伟达，当下呢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英伟达最近走出了一个震荡区间，然后进行回踩，出现了一个10日新的阳10日，那么前方的高点已经被突破突破目前站稳了5天大概率是一个有效的行进，而我们看到它的趋势飘带
也由一个黄带转为了紫带，回踩呢有支撑，出现了一波短期的上行。那么这个位置出现了回调，我们定义为对于趋势波段上行过程当中的短线回调，它出现了红灯之后，是不是一个红灯，而后没有红灯？所以当下我们等一个绿灯产生，在这个飘带之上作为回调买点啊。所以当前的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看涨英伟达啊，波段看涨，短线呢调整，等待止跌启动信号。所以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182.485， 高点的压力呢是 186.385， 股价今天如果突破 186.385， 就会构成回踩杆中的再一次的绿灯，那么作为一个看涨点。目前我们在看到飘带的一个高点是多少？飘带高点是 181.627， 作为不断回调第一个支撑点位。如果股价连这个点位都不碰到，那说明它的趋势回调呢，整体是很强势的一个运动，完全依旧还是趋势上行。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BGO 啊 ，ABGO 呢是我们之前说过看涨的标的，因为它出现了一个绝处逢生，就好像目前的一个 APP 一样，当跌破飘带的时候啊，如果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一般第二根跌破的 K 线作为变盘点，这一天呢容易形成趋势的自救，所以当时反包之后我们看涨。那当前的反弹力度呢相对有点太差了啊，相对的比较弱，不是说很快的能够站上飘带之上，目前3天了，收盘价还没有站上去，它的一个趋势自救的一个力度有点差呀，说明这个资金不一定啊还关注着它了，很多可能就跑到 AMD 啊或者说英伟达等等啊其他的个股当中。所以当下的博通又因为它是一个关头阴线啊，当下阿哲依旧认为它可以看涨，但整体短线啊，它可能慢慢的多头方面不排在我们优先做多的一个筹码标的当中了。所以这里呢依旧看涨，但最好等待一个信号再去加仓，收盘价能够突破这边关头阴线的高点，收阳涨上去，越快涨上越好。本周如果还涨不上就走弱了，所以本周基本上最好是今天啊直接涨上去，再次加仓，否则收盘价跌破之前的2号 K 线的低点，那这里呢将是延续下跌点。目前的飘带刚刚转为黄色，这里出现突破光头阴还能救，如果不突破，这里黄带延续有压力，再往下跌破这个点位，它的趋势将会由强走弱。那么之前呢比 AMD 强，那现在可慢慢的要变成这3只里面啊相对弱的了。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330.24， 高点压力呢是 339.81，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MD 呢之前走的不温不火啊，这次因为消息面的一个影响，直接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如果您是经常看阿哲视频的，那么应该知道阿哲的风格一般是对于这种标的我是选择不看，或者说呢基本只关注啊不参与，就类似于 APP 啊出现了一个单边上涨之后，我们一般不会去找买点了，要么就在低部的时候买进啊，要么加速之后啊我就找回调买进。在加速过程当中，阿哲一般是不太建议大家去直接追涨买进的，有时候会成功，但很多时候是容易失败的。这一个高开的一个动作是受到利好刺激，一下子当天涨那么多，是吧？而后冲高回落，这个缺口基本上把左侧很多的压力位直接瞬间的就一扫而过，遇到最左边的这个高点长上影线才受到压力而后回吐。假如它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有很大的抛压，那么这种情况下，一个高开直接越过，直接来到最后的这种关卡，而后突破失败，这种情况下它回调的一个幅度就会很大。那么甚至你说它突破左高有效嘛，你回踩前高它都有很大的空间去进行一个调整，这种情况下你去追涨，它的一个性价比其实就会变成低很多。所以更多的等它回调而后看趋势飘带，目前是一个紫色带，紫色带有绿灯，那等转红灯往下调整，在飘带附近亦或者是前高附近去寻找一些我们说的止跌买点，这种策略可能会比直接追涨要好很多。那么当下我们来看一下预测值，今天会转为红灯吗？低点支撑 203.36， 高点压力 227.059 啊，关注这2个数值。目前 MD 可以关注，但不建议随便的去追涨买进。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ircle 在趋势飘带上呢是处于一个低位了，前期呢黄带连续的下跌，而后我们最近是不是讲到它的飘带由黄转为紫色？上周呢出现了一个回调过程当中的绝处逢生啊，它也是绝处逢生，这里跌了一天，我们看这一天它是一个
K 线，不过这一天可能不太标准啊，它的收盘可能是站上飘带上了，类似于绝处逢生，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第二天是蓝 K 而后突破，所以这一天为买点，低点为防守，这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有一期视频讲过的 ，Circle 为买点，而后这个买点之后走出了短线还不错的10来个点的涨幅，目前出现了长上影线，而后高开低走，这里还没有红灯，哪怕有红灯，它最多也就调飘带，我们整体看低位的反转行情，所以目前依旧是保持看上涨。当然如果你看不了那么远，你说阿哲我目前已经赚了10来个点，那我怕它往下调可能会回吐很多，那你说我在这个长上影线附近我去卖出去止盈，等回调再加仓都是 OK 的啊，所以这个呢因人而异啊，所以大家看你自己的操作手法和性格啊，不一定完全跟阿哲一致。目前这一波上行，那么我们整体波动看涨，短线是否去部分的获利兑现，看个人的选择。从压力的角度来看，目前这里不应该有很大压力啊，真正大的压力是这一根阴线啊，当时的这根阴线套了不少人，所以这个阴线区间应该会比较大的压力，到时候进入这个区间之内啊，出现的一些滞涨信号是要比较小心的。而后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会不会转红灯呢？低点支撑 147.035， 高点压力 155.647，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LTR 呢，在一根阴线下砸之后啊，出现了一个红灯，而后也是飘带附近，这种突然之间的一根长阴线砸下来，如果它是一个止飘带，并且止飘带呢还是比较宽的，正常我们就当做砸盘波段洗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好，那么当下它是一个前期高点附近出现的啊，那么这里呢我们要它尽可能往上快的去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运线，所以这里究竟是不是一个洗盘，还是真的啊是一个栓顶，是一个出货，我们就看这个运线的方向选择就行。它刚好也是个飘带，这个地方如果它是一个洗盘，那么这个高点防守应的高点应该被很快的收阳突破，它目前是跌破了飘带，又快速站回到飘带之上，所以当下来看是洗盘的概率会大很多。好，那么我们把这个防守，我们把这根阴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这里再被跌破为运线下破，方向选择向下的概率将会变大。而在此之前有飘带有运线，并且第二天站上了飘带之上，所以 PLTR 我们认为它整体是一个洗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至少目前来看会更大一些。这里要小心一个位置，就是它的阴线高点，这里不能够有明确的压力，它这个地方如果变成压力，那么将要小心，有可能多空之间呢可能悄然的变化了。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红绿灯方面，低点的支撑 178.68， 高点的压力 183.8， 关注这两个数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呢就是连续的上涨，它呢走势上比较强劲，单边走势，而且很多个跳空每天都跳空。那么后续3天呢基本都是一个黄 K， 黄 K 代表的是一个波段的风险信号，一般黄 K 出现之后呢就不要再乱加仓了，哪怕绿灯也不加仓，黄 K 之后等黄 K 消失的调整，我们再去重新的加仓买进。短线它的一个买点和 Circle 是一样的，在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 Circle 的时候，它当时也刚好出现了回调跌破绝处逢生，跌破一根，跌破2根，然后这里是一个蓝 K 突破，所以这一天我们当时跟Circle一样是作为买点来去对待的，回调买进，出现上涨，补了左边的缺口，那么整体呢目前补缺之后没有走弱，那依旧看涨，等待回调再加仓，短线走到这里，一旦黄 K 消失，黄 K 跌破，做减仓止盈的动作。我们看到预测值目前还是保持绿灯的范围，什么时候出现红灯？低点支撑 383.286， 高点压力 395.634，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组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Meta 整体很弱，因为指数整体依旧在新高，而它最近就不断的在下跌。下跌时呢，有出现了蓝 K 买点，我们说可以买进，但不作为主要的一个做多个股，当然你可以做多，但这里你要注意的是，你的防守位是这里蓝 K， 没想到呢，在本周周一出现下跌，但收盘价没跌破，所以这里它的一个防守位依旧还是守住了。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是，它有一个长下影线，
影线呢扫过了左侧的低点，但是没有跌破，所以这种动作有可能只是一个回调。当前170向上运行，它是一个相对大的一个下跌，这种下跌跌到这里，我们要关注了，它已经有蓝 K 抄底信号的买点，像曾经这些位置所出现的蓝 K 信号突破之后，会有一些上涨的出现，而这里也突破了，那么止损位也没打掉，而后有长下影线产生，所以这里至少看一个反弹。反弹的目标就是这个趋势环带的下沿，先看到743.098是 OK 的防守位你就可以放在这附近如果收阴跌破，我们再去作为一个反手。接下来呢，再看到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703.085，高点的压力729.455。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SMCI 维持波段的一个上行。我们之前选股的一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飘带和170只要是粘合的，我们认为这种趋势波段呢能够去尝试做一下。它不一定会是市场当中最强势的标的，你不能够保证每一次都能够选到像阿斯麦一样这个呢需要一定的运气。好，那么 HMCI 呢其实也还好啦，我们守了一段时间之后震荡之后也是往上上扬，而后当下的长上影线是差不多补掉了这个下跳的缺口很多标的其实最近的目标都是补这种下跳的缺口，它呢其实差不多补掉了。之前这里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就是相对有点对应的就是导型缺口这里其实已经完全把导型给补掉了。好，所以当下的目标应该还能够继续往上去看。这一个上影线之后，它究竟是一个射击之星还是仙人指路，我们需要关注。它最好不要后续出现绿灯后的红灯，而是继续收涨把这个上影线给吃掉。那么我们在 K 线的角度维持看涨。在前面呢，我们是做了一次减仓行为，因为它出现了一个黄 K 而后跌破，所以这里呢要减仓一部分。那目前保持看涨，那就继续维持看涨，但是这里就不做加仓了整体波段看涨，要加仓也是等它回调之后有效的非短线回调之后，我们再去看回调的一个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54.29，高点压力56.443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的话，整体的趋势变得很是强劲，所以阿哲呢把它放到了第三部分，因为接下来就看它走趋势就行，没有一个明确的回调趋势飘带上，我们就整体不乱加仓因为整体目前位置不算低了，它已经临近左边的高点，缺口呢基本上就补上了，跟我们的预期差不多把缺口补掉。缺口补掉之后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这是一个相对偏弱的信号缺口补了，但是上影线补的，它不算是一个很有效的把压力给吃掉了，所以这里呢还是有抛压的。那么如果它收阴线，后续走红灯，那一样的，我们跟 HMCI 是差不多看法，它会往飘带回调，然后再去找机会以实体补缺口。所以当下我们不做加仓，因为上影线刚补缺口，这里有一些抛压，我们不能随便买在这种位置。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041.7，高点压力1060.6，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FIG 是我们有同学所经常去提到的一只股票。那么这里呢，我们简单看一下。好，这个股票的一个数据不多，整体出现了一个下行行情。在这种下行的走势当中呢，你会发现它出现了几次的蓝 K 了这里有一次蓝 K， 但这个蓝 K 呢，短线超跌，但它没有买点，没有突破好，这里呢又有蓝 K 了，蓝 K 消失，蓝 K 突破，所以最近呢出现了一个买点，出现了一个反弹。而在此前基本上都是一个单边下跌的行情。好，所以它不多出现了这种交易机会。最近呢，它出现了这种短线反弹，但也就只是反弹，因为它的飘带是黄色的，是一个空方趋势。好，那么空方趋势之下，你要去做多，就只能做短线。那是否能够有机会走为波段呢？你得要它站稳这个飘带上目前这个飘带上沿呢，它是56.03，它得要在这附近寻找支撑，而后震荡的方式或者说继续上涨的方式，让飘带转为止带而后的回调，我们更多去找波段的机会。目前就依旧还是下跌反弹的范畴，只是刚好突破了飘带上沿，但目前的突破呢还不足以构成飘带的一个转向，所以趋势呢保持空方，我们就依旧按短线来看待，看是否能够维持上涨，而后
直到趋势的转变。那我们看到短线的一个红绿灯，目前保持绿灯就保持看涨，低点支撑 54.03， 高点压力 64.68， 关注这两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DJT 的话，它的飘带呢相对还窄一些，但也是维持了很长时间这种下行走势。170呢在价格大部分的时候的上方，所以它整体是偏空的中期短期都偏空。之前这里在170之上但是在有效跌破之后呢，反弹就受到170的压力了。那么现在下跌离170比较远，它是有机会产生再一次的一个反弹行为。那么这种反弹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底下的白 K 突破反包，而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有些低位转势的动作，但转势的力度不是很强因为反弹一波受黄带影响每次反弹都受黄带影响。那么它的一个指带有时候会产生，不过这一个指带的一个方向也还是向下的它的支撑也没有出现，所以趋势的一个反馈是否能够反转，它得要有指带的出现，而后回调指带是有支撑，后续我们去看涨。那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动作，所以整体呢只能说有机会这里是一个产生反弹比较大反弹的一个低位附近，但这里的反弹在哪里去买，最好是等趋势能够有变化，它的飘带能有支撑之后我们再去看会好一点，否则你在这里去买更多的就偏短线追涨了这种位置呢就比较风险大一些，而仓位呢更多，我们还是要等待回调后的支撑买进。目前的这个支撑呢是在 17.102 附近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波段的一个支撑，而我们所看到的飘带，而我目前所看到的一个红绿灯保持的是无灯，还没有转为红灯。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7.485， 高点的压力 18.105， 关注这两个数值。在前期的下跌当中，其实它也有蓝 K 的突破基本上蓝 K 突破之后呢有一些上涨，但是反弹为多所以这个位置呢只能先看看反弹整体短线为主，仓位呢不要放太多。而后我们再看到 UPST 的话，它类似于刚才所讲到的那一个 DJT 的标的但是它好一点，它的整体趋势呢至少170还不算完全走坏整体还是一个走平的状态，市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行情，或者说是震荡向上的行情。目前这一波下跌呢是在170走平的情况下出现了飘带的持续走黄色空方飘带，而当前空方飘带和这一个170呢是走得临近。好，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说它的中期和中长期相对靠近，有可能构成中期低位的行情，而它底下的龙头引力出现了聚宝盆，出现了低洼区，所以 UPST 是能够去当做一个趋势低位来去对待的。但趋势低位呢你要去跟踪，也不能说有这种现象就一定会是低点，我们说要去跟踪才有机会能够跟出来。这个趋势低位的判定目前是有一个白色 K 线出现，白色 K 线的整体突破，但突破的力度还不算很强势，最好能够有一个不错阳线站上白色 K 线高点。白 K 呢跟黄 K 是一样，是波段级别呢比蓝 K 要大，白 K 属于波段的超跌，白 K 突破一般它的反弹力度会比黄 K 要更大一些，而只有来一波更加强势的反弹，重新站回到170天均线之上，这里才有可能是一个黄金坑，否则如果上方是压力，那反弹过后有可能还会继续走为下行。目前的170差不多是在 60.096 附近，所以这和黄带的下沿 58.008 构成一个压力区，这压力区需要它去强势突破，才有机会构成一个聚宝盆，我们所说的黄金坑。现在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和高点，低点支撑 52.241， 高点压力 54.499，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RVL 迈威尔，那迈威尔整体的趋势是在170走为下行之后目前是重新的方向上去了走为到170之上了。好，那么这个地方它离我们的飘带是不是也是比较靠近的？而后飘带在最近的这种强势上涨当中，它的一个趋势呢是走为比较宽的一个范围，所以整体来讲它的趋势还可以，我们可以波段呢来去看一下。目前走为了一个连续的绿灯，一个红灯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要去买进，如果你说我已经买了，好，那就等待红灯减仓回调再买入就行。那如果你是没有买，
这种趋势一直绿灯的情况下，它连一个红转绿都没有，那你去买呢，只能做单边追涨，亦或者更加安全一点，等回调我们飘带附近去买进啊，会更好一些。好，这个地方 80.346 为飘带的上沿啊，作为支撑，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88.585， 高点的压力是 90.58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尽可能不要做单边追涨啊，如果可以等回调之后再买进会更好。如果是持股阶段的，你之前低位买进的，那目前不红灯，那整体就看涨就行，红灯其实也还好，最多也就略微减仓，等更好的一个买入机会。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高通，目前所看到是高通，那高通的一个整体趋势有点跟刚才所讲的 HMCI 等个股有点像，因为它低位也是飘带和170粘合后慢慢的走上来，那这波个波段它不算很强势，但整体啊也还是 OK 的啊，趋势看趋势，它的一个紫色带慢慢的在向上移，而 K 线呢整体也是沿着指飘带向上走，没有说有很明显的乖离啊，这一次有一点乖离，但是很快被修复了，所以整体就跟之前的谷歌啊，慢慢的沿趋势往上爬升，没有跌破飘带之前呢，我们就认为它依旧维持波段上行，它的怪力不大啊，整体没有加速，所以就依旧看趋势上涨啊，会相对偏慢一点，但还算比较稳定。这个地方有一个蓝 K 突破，一般作为趋势的一种加仓点啊，股价上涨趋势，每次回调有绿灯有蓝 K 突破啊，都可以作为一种买点信号。那当下呢出现了一个防守阴线，如果收盘再突破，也可以构成再次的看涨，因为趋势我们说会不断的新高，回调之后再上行的话，那么这个高点应该也会很快被突破，所以这是一个趋势行情所要关注的。而小心的就是这个红灯之后，如果不快速转为绿灯，因为你会看到之前这个地方出现的红灯很快其实就会转为绿灯，如果红灯之后它不能够很快速转为绿灯，那这个调整就容易延续啊，所以最好红灯在跌破飘带之前快速转绿，会更加能界定目前属于上升的强势的趋势。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66.59， 高点压力是 169.75， 关注这两个数值。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HOD 出现了一个很标准的负阴线，并且是在指数新高之后出现的负阴线，这个地方要小心了，它资金是有种，那么它的资金有可能是有流出到其他板块和个股的可能。这里因为处于飘带上，它是一个指飘带整体上行啊，所以我们认为是趋势上涨，但是呢短线容易面临调整，而后它是个负线，我们后续有可能会构成负线的一个买点。那负线呢是出现而后第二天为 X， 那如果负线后 X 能够突破作为买点，那负线后如果不能突破则看回调飘带。那么这个飘带目前的上沿是 132.375 啊，这可以作为目标的第一个回调点，低点支撑 139.319， 高点压力是 149.06，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re 呢还是保持在一个红灯的调整当中，在之前一波快速的跳空高开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回调震荡，但目前来看还是很强的，因为从低位的缺口出现之后啊，它的产生的缺口没有被实体阴线回补过，所以这个缺口呢应该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的支撑，这个缺口只要不被实体阴跌破，那么再加上这个紫色飘带的一个支撑，所以这里我们认为还是会向上，只是处于调整而已，等待明确的买点加仓点就行，当下波段看涨，等待绿灯我们去买进，这是 Core 整体还是看涨的，低点支撑 128.54， 高点压力 139.09， 关注这两数值。以上就是10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